探寻《道德经》11到16章的深邃智慧。《道德经》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，以其简洁而富有哲理的文字，蕴含着对宇宙、人生、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。其中11到16章虽篇幅不长，却展现了老子思想体系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理念。这些理念跨越千年，对后世哲学、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态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深入剖析这几章内容，犹如开启了一扇通往古老智慧殿堂的大门，能让我们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指引。第11章，有无相生，虚实共济，30服共一。古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；山之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凿户有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老子以车轮、陶器、房屋这3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例，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有与无之间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的关系。在车轮中，30根辐条共同支撑着轮毂，然而真正让车能够行驶运转的是轮毂中间那看似虚无的空间。制作陶器时，柔和陶土塑造出器皿的外形固然重要，但器皿能用来盛放物品，靠的是其内部中空的部分。建造房屋，门窗与四壁围合出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才是房屋可供人居住、生活的关键所在。由此可见，有是事物的实体部分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基础，是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存在。而无并非不存在，而是一种看似无形却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存在状态，它赋予了事物实际的功能与价值。这一观点不仅突破了人们对事物的常规认知，更启示我们在看待世界时，不能仅仅局限于有形的物质层面的东西，还要关注那些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因素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无形的事物如情感、思想、文化等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。例如，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厂房、设备、资金等有形资产，企业文化、团队凝聚力、创新思维等无形资产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。再如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情感支持和心灵慰藉，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。第12章，摒弃物欲，回归本真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老子在此章中指出，过度追求外在的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，会使人迷失自我，丧失内心的平静与本真。缤纷的色彩固然绚丽夺目，但过度沉迷其中，会让人眼花缭乱，失去对事物本质的清晰判断。美妙的音乐固然悦耳动听，但过度沉溺会让人听觉麻木，无法感受内心真正的声音。鲜美的食物固然诱人，但过度追求味觉享受，会让人味觉迟钝，忽略身体真正的需求。纵情于骑马打猎等游乐活动，会让人内心躁动不安，失去理智。对珍贵物品的贪婪追求，会使人行为失当，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圣人则深知其中的危害，他们注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，为父不为目，即追求内心的充实与安宁，而不被外在的物质表象所迷惑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人们往往陷入对物质的无尽追逐中，忽视了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成长。房子、车子、奢侈品等成为许多人衡量成功和幸福的标准。人们在追求这些物质的过程中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身心俱疲。然而，物质带来的满足往往是短暂的，真正的幸福源自内心的满足和平静。我们应该学会审视自己的生活，摒弃过度的物欲，回归简单本真的生活状态，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，提升精神修养，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。第13章，宠辱不惊，贵身爱事。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谓吾有身，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老子在这一章探讨了人们对待宠辱的态度，以及对自身与天下关系的思考。
常人往往将宠辱看得过重，得到宠爱或荣誉时惊喜万分，失去时则惊恐不已。老子认为，宠辱本身并非真正的荣耀或耻辱，对宠辱的过度在意才是问题所在。因为宠爱相对于受宠者来说是一种低层次的存在，它是外界给予的，具有不确定性和依赖性。真正的智者应该超越宠辱的束缚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淡然。同时，老子指出，人们之所以会有大患，是因为过于执着于自身的存在。当我们过于关注自身的得失、安危、荣辱时，就会陷入无尽的烦恼和恐惧之中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自我中心的局限，将自身与天下联系起来，以爱护自身的态度去爱护天下，以重视自身的态度去重视天下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，也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宁与自在。这种思想体现了老子对个人与社会、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深刻理解，提醒我们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，也要关心他人和社会的福祉，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胸怀和责任感去面对生活。第14章，道之无形，体悟真常，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博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其上不矫，其下不昧，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。是谓道纪。这一章中，老子对道的形态和特征进行了描述。道是一种超越人类感官认知的存在，它看不见、听不到、摸不着，无法用语言和概念去准确描述和界定。它既不是明亮清晰的，也不是黑暗模糊的，处于一种混沌、恍惚的状态，没有具体的形状和形象，却又蕴含着宇宙万物的奥秘和规律。虽然道无形无相，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贯穿于古今万物之中。老子认为，人们应该通过体悟古之道，即遵循宇宙的自然规律，来把握当下的事物和现象。了解了宇宙的初始和根源，也就掌握了道的纲纪。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，我们逐渐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许多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又实实在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力量和规律，如电磁波、引力波等。这些科学发现与老子对道的描述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，不能仅仅依赖于感官的认知，还要运用理性思维和直觉感悟，去探寻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。第15章，善为士者，德厚流光。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夫为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。欲兮若东涉川，游兮若为四邻，偃兮其若客，涣兮若冰之将逝。敦兮其若瓢，旷兮其若谷，混兮其若浊。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动之徐生？保子道者不欲言。夫为不淫，故能蔽而心诚。老子在这里描绘了古代善于航道之人的形象和品质。这些善为士者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了一种微妙、深远、通达的境界，让人难以捉摸。为了勉强形容他们，老子用了一系列生动的比喻。他们行事谨慎，如同冬天涉足江河，小心翼翼；他们警觉戒惧，如同畏惧周围的敌人，时刻保持警惕；他们庄重严肃，如同做客一般，恭敬有礼；他们洒脱自在，如同冰雪即将消融，自然流畅；他们敦厚朴实，如同未经雕琢的原木，纯真质朴；他们心胸宽广，如同空旷的山谷，包容万物；他们和光同尘，如同浑浊的水流，不彰显自己。这样的人能够在浑浊的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使心境慢慢澄清，能够在安定的状态下积极行动，让生机逐渐萌生。他们秉持道的原则，不追求盈满和过度，因为不盈满，所以能够不断的更新和发展，去旧迎新，保持生命的活力和创造力。在当今社会，这样的品质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。一个谨慎、包容、谦虚、不断进取的人，更容易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立足，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第16章，致虚守静，复命之常。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。公
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。梅神不殆此章中，老子提出了只需守静的修行方法和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。要达到对道的体悟，就需要尽力使内心达到虚寂至极的状态，坚守清静笃定的心境。当万物蓬勃生长，纷繁复杂的呈现在眼前时，我们要以一颗宁静的心去观察它们的循环往复。世间万物虽然丰富多彩，变化万千，但最终都会回归到它们的根源。回归根源，就是回归到一种宁静的状态。这种宁静是生命的本真状态，也叫做复命。复命是自然的规律，认识到这个规律就是明智的表现。如果不了解自然规律，盲目行动就会遭遇凶险。认识了自然规律，就能包容万物，包容就能公正无私，公正无私就能周全完备，周全完备就能符合天道，符合天道就是遵循了道，遵循道就能长久，终身都不会有危险。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，人们往往被各种事物和欲望所困扰，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浮躁。老子的这一思想提醒我们要学会静下心来，回归内心的宁静，去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。只有遵循自然规律，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长远。道德经11到16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老子的哲学思想，涵盖了有物辩证、物欲克制、宠辱态度、道的认知、为人品质以及自然规律等多个重要方面。这些思想不仅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在现代社会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，为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，提升精神境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通过深入研读和领悟这些经典内容，我们能够汲取古人的智慧营养，以更加从容、豁达、智慧的态度面对人生，实现自我的成长和超越。道德经。感谢各位同修同仁的聆听与共修，本章愿讲至此，愿你我心灯长明，愿行不息。今日所发之愿，非为己私，愿回向十方众生，愿一切众生得闻道音，觉悟本愿，愿一切迷者得道清明，返本归真。愿此愿修，成就诸功德，庄严道愿之林。要君道德经愿讲，与愿者同愿，与行者共行。道生一，一生万物，愿众生皆知本来无一物，愿世界皆归自然大道。